来，有请两位。今天来的目的，那上面说是祈求给一次机会，是吧？对，我想挽回这段感情。我也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咱俩没戏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难道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人是有底线的，你触摸到我底线，咱俩不可能，你就别再费这心了，好吗？我触碰你什么底线啊？说说吧。从我们在一起以后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她是一特单纯的一女孩。我们是因为这样走在一起的。然后之前很多，就是她跟我在一起以后变化。你们是因为哪样走在一起的？你说说。我刚认识她的时候，是因为她和她的前男友来我公司面试。谁去面试？他面还是他去陪她的前男友？哦，她前男友到你公司面试。对，面试一个活动的助理。我当时对她的印象挺深刻的，就觉得这女孩挺老实的，也挺招人喜欢的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当时呢，我们互相都留了联系方式，因为也是工作原因嘛。然后后来有一次，她就给我打电话，她说她和她男朋友分手了，心情特别不好，想让我陪她出去散散心。我当时就答应她了。然后后来我就带她去一个郊区。他说他可以带我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，去坐热气球。当时我胆子特别小，然后他一直在后面抱着我。他当时就跟我许了承诺，说以后会一直好好对我，一直会跟我在一起。这我就奇怪了啊！按他的描述是上了热气球，你就从后面抱住了他的腰，并表达你要跟他一生一世。按你的说法，你们中间也没什么联系，就是她跟她前男朋友分手了，你带她去的呀？不对。有联系的啊，中间还有联系，会有就是那好，咱们直接不绕圈子了。她跟她男朋友前男友分手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是吧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，没关系是吧？是的，但是他就是一直误会我跟我前男友有什么。那个时候我已经不爱我前男友了，我就是跟他交往的第2个月，我就跟我前男友彻底断得干干净净了。你跟他交往的第2个月，你跟你前男友断了。是的。那你们俩交往这2个月，你跟你前男友是个什么关系呢？我承认我确实跟我那段时间跟他真的没有完全断干净，但是我当时我已经跟前男友其实已经提出分手了，但是他天天还是打电话发信息黏着我，很多时候我就得去应付他。我明白了，就等于有2个月的交接期是吧？对，但是他就认为我跟我前男友有什么？那次是这样，他老去泡吧，因为当时也是有点不放心嘛，我就陪他一块儿去。然后有一次，因为我特别不能喝酒，然后喝了一点儿就多了。然后他那朋友当时也喝的有点多，他朋友跟我说可以啊，你现在盯梢都盯这儿来了，说那个你放心吧，说那谁都走了，回老家了，他俩不可能了。我当时就特懵，我说谁呀？他说嗨，就是那个他那前男友呗。然后当时我就因为之前有好多细节东西，我就没往这方面想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比如说2个人在家，突然来了一电话，啪挂了。挂完了一会儿去厕所，没人打一电话，或者10分钟才出来。搁谁都会往那方面想。但是我当时我那个时候我还不是想跟他把话说清楚。那你什么事你跟我说不行吗？就必须得背着我。你叫我怎么跟你开口啊？酒吧的时候呢？你还背着他跟你前男友去酒吧？这是正常朋友聚会啊。你会带上我去吗？我别的场合我不说什么，有他的时候你还自己去。我什么感受啊？换做我跟一个女的在酒吧里搂搂抱抱，你什么感觉？我就问你没有付出过吗？付出过就可以这样是吗？我对你好，我就可以背叛你，对吗？天天晚上泡吧，每天晚上去，全是这种打扮，不管几点，都躺下已经睡觉了，1点接一个电话，朋友打一电话说，哎，咱们去酒吧玩去吧，穿上衣服连我理都不理，直接穿上衣服出去玩去了，您把我当什么了？那是正常的朋友聚会去酒吧都是那么打扮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你们都是些什么朋友？你们都夜里1点钟活动？也没像他说的那样天天出去玩，就是一周也就两三次。1周就2、3次是吧？1周几天啊？你现在介意他的是说他晚上老去泡吧，是这意思吧？我跟你说，怨气不是说一下就爆发的，这是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，你明白吗？从开始他就骗我，那以后呢？那你就跟他分手呗。对呀，怎么拖1年多呢？分手1年以后，他一直在找我。但是你知道吗？3月28号分手以后，我就一直在找他。我天天通过他的朋友去想办设法的知道他在干嘛，知道。我求你别找我了好吗？我只是想挽回这一段感情。他都怎么找你啊？我听着好像你很不耐烦。我真的，我说着我都有一次我去深圳出差，
然后呢？你知道吗？我那一次去深圳出差，我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。我求求你，下回别坐了，我那时候身上没带多少钱。你知道就因为你去深圳找我，我推了多少工作吗？你去深圳出差是吧？他追去了是吧？那个时候分手也有1个多月了，我再通过他的朋友去帮我打探他的消息，知道了他不是5一的时候去深圳出差吗？只是想到时候给他一个惊喜，想让他知道我现在还爱着他。我当时也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，不就是为了见他一面，哪怕短短的3分钟都行了，他都不愿意。都没见上。对，他不愿意见我。我后来回了北京以后，我找到了一家策划求爱的公司，希望他们能够帮我做一场挽回仪式。当时我就把我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这公司上了。那个公司也挺热心，他当时做了微电影，然后在电影院还包了场。我就求他朋友，希望能够把他骗到电影院。当时电影先是放的是其他的热播的一个大片，然后后来在中途卡了，然后放我为他做的那个微电影。当时我都为他准备了108朵玫瑰，他当时特别感动。然后当时其实他当时哭了，他说他现在见到我真的心里很难受，然后说了类似于他挺感动的话。我也是当时真的以为这一段感情就能挽回了，没想到很绝情。他当时还在现场说，你以后再为我做再多，我都不可能跟你在一起。我说了，我们之间除了爱情可以有别的，如果你要执意认为咱们2人之间只能存在爱情的话，我说了咱俩不可能。不是这姑娘，我当时也跟她说了，但是我都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都感动了，为什么还要这样？人都会感动，我不是冷血动物，我对你好的时候我对你很好，但是我现在不爱你了，咱俩不可能了。我说的很坚决了，我接受不了现在的你。你是从什么时候不爱他的？从开始他这种装束变了以后，我就已经对他失去信心了。关键是，然后直到我知道他一直在骗我的情况下，我就对他彻底失去信心了。这个是借口嘛？一个真正一个男人会因为一个女人的装束改变会不爱他吗？你何止是装束？你这装束后边跟着多少东西啊？跟什么了？天天去泡吧啊！这我感觉现在不光我一个人接受不了了。现在你身边都是什么朋友啊？我比你大不了多少，我身边怎么不是都是这种人啊？但是我真的，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我现在你知道吗？我发现你现在好像走到一个瓶颈，你做的再多就可以弥补别的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跟我分手以后，我就再也没去过夜店，没去过酒吧了。我只是希望。你只是这么说，你跟我承诺过多少次不去了？关键是我跟你分手以后，我根本就没有去过，我一心一意就是想跟你。我还会信？我有意义吗？你说这些话？我能插一句问点问题吗？行。在现实生活里，应该有很多男生追你吧？对。为什么非在这棵树上吊死呢？我是他第一个带回家见父母的女朋友，他也去过武汉，也见过我父母，我们家人也挺喜欢他的。而且他跟我说过，他谈过很多女朋友，我是他所有女朋友中，他说是最独特、最能够让他就是想结婚的那一个。你知道我跟他分手大半年。我这所做的一切，我的生活完全就是围绕他的一个人。然后我只是希望他能够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不要这么绝情。在这半年来做的这么多举动，你怎么看呢？我承认我有过感动，就包括那次在电影院，但是我跟他说过了，我们之间毕竟年龄不小了，要考虑现实了。问题是，不可能和你走到最后，为什么还要这么逼下去？问题是我也是一直抱着结婚的态度，是想跟你走下去的。那小伙子问你今天你干嘛来啊？就是想告诉他，最后一次告诉他别再来找我了。难道你就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感情有和爱情不一样，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求求你了。那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就非他不可了是吧？是的，我们2个在一起的一些回忆，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忘掉。我也想着咱们之间的好。现在有女朋友吗？赶紧找一个，他不就？你这不能那么草率啊！我想问你最后一句，你到底是因为不爱我了，还是外面已经有人了？你别把你的事往我身上揽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你为什么问这个？我只是在问你最后一句，是不是有人了在外面？那他有人吗？他哥们儿跟我说了，说我跟他冷战的那一段时间里，看到他跟一个女孩去酒店。谁跟你说的呀？你这就甭管了，那段时间你天天出去都干什么了？怎么了，兄弟？
你有就是有，你说你不爱他，他不就走了吗？你有没有吧？有。这就不是人家那个什么，你也没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愿意跟他在一起，只要能够给我一次机会。孩子，你病了吧？小春，你确实爱上了其他女孩是吗？不要太轻易的就谈爱。你确实跟其他的女孩上床了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但是这些我真的不在乎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姑娘。你们今天要不能把这姑娘拉回来，你们枉为人师啊！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一直觉得可能是女孩子有什么问题哈，原来是不爱了，喜新厌旧了，是吗？不是这样的，因为那时候我就是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跟他说分手。你只是借口对吗？我承认我当时是犯了错误，但是不能说因为他的豁达能原谅我，我就可以。我承认我小心眼儿。你男人吗？不男人。那我没问题了。真的在感情上我可以说在生活上去担当，但是我在感情上我不担当。男孩刚才跟赵超说了一句，说是不能够轻易言爱。我想跟这个男孩说，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轻易的放弃了不应该放弃的。跟女孩说一句话，比这个遗憾更要严重的遗憾，就是你固执的坚持的不应该坚持的。所以说该放手时候就放手，爱情可以让人忘记时间，同样时间也可以淡化爱情，那么这个人会在你的心中慢慢的淡化的。我觉得如何结束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如何去开始。哎，弟弟，你那个事件是在你们俩恋爱期间还是分手？就是在冷战的时候。说分手了吗？没有分手。就像她之前和她前男朋友骗我一样。你想分手，你想先走，你可以说100个理由，我们已经分手半年多了。但是听我说，不要以自己做错的事情前提，然后去苛责对方，说都是你的错，所以我要离开你，这样做不厚道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我明白。你不应该这么说。但是我也看出来了，小伙子真想分手。没感情了分手嘛，看不惯嘛。你那夜店那些事儿吧，有的人能接受，但你男朋友绝对接受不了。但是我后来根本没有去过了。晚了，妹子。但你一次一次推不了那个局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自己的爱在一步步远离。你的意思劝小妹妹回头是岸是吧？过去的事儿过去，再花再多钱，再找几个策划公司，回不来的爱也回不来。对于一个已经心不在你这儿的男人来说，感动就是感动，离开还会离开。之所以你这样，当初坚持去夜店，现在坚持让他回来做一切，是因为你太任性了。你没遭受过什么挫折，这个挫折对你友好。当以后你碰到真爱你的人，做了妈妈做了母亲的时候，你会感谢这一段挫折。问你们一个问题，每个人都要回答，先女后男。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？不需要。当然不需要。不需要。好，分手需要理由吗？需要理由。理由不需要。我们常常说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，其实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于爱情的纯粹，是我不图你什么。我们经常说分手需要理由，其实是为了撇清关系，撇清责任。我倒认为爱一个人是需要理由，分手才不需要理由。因为我们是世俗的，爱一个人总是图他一点什么，要么就图他的善良，要么就图他的美貌，而分手恰恰是不需要理由。不爱了就是不爱，找那么多理由只能说明你心里有鬼。真正不爱了的人往往不需要找理由，轻轻松松跟你说我真的不爱你，我们分手。男生刚才回答的问题是分手不需要理由，但恰恰他找了一大堆理由。孔子的那句话说的真不错，唯小人与女子难养女，近则不逊，远则怨。对你好的时候，你天天泡夜店，跟前男友牵扯不清，这会儿跟你分了，你又一天到晚反过头来要追求你所谓的爱情。你早知道今天如此卑微的去祈求，当初为什么要那么的放纵？我想告诉你的是你的不用祈求会掉在你脸上，不是你的再怎么祈求它也回不来。
不求而得的，往往求而不得。下一段感情要好好抓住。男生，你确确实实你认为我不爱了，你就不应该找理由，你就应该早点的跟我们说我们爱上了别人。你为什么要等主持人逼到你最后你再来说？我问您一个最简单的道理。你问我，从我刚开始载他的时候，我每天起来我要给他做早点，我突然就不爱他了，为什么？难道就一点理由都没有吗？有理由啊，我没有说。所以我说了，我需要理由。我没有说你不爱他，我的理由就是我接受不了他一点。听我说完，已经触碰到我底线了。我没有说你离开他你有错，你还没明白吗？我讨厌的是你为什么不能今天站在台上，在一开始你就说我不爱你了？我说了，我来这节目的目的就是想告诉他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不要再纠缠我了。你错了，你又给了他一次纠结你的机会。艾森，你给他太多希望了。我要是你，我就跑了。我根本不给他这机会。你越说他越觉得我没有，他越觉得委屈，越觉得委屈越掉嘛。我们已经分手很久了。我允许你可以跑，如果你想跑。给我一次机会，我。下次对女朋友别哭了啊。当上一堂生活的课吧。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任性到你喜欢的、你想要的都会属于你。我想爱大概不是占有。你觉得这样的方式是爱吗，姑娘？给你一个机会，跟小朋友小的自己说再见，你去过你的生活。来，面对我们的镜头，跟你的男朋友说再见。我希望你过得会比我过得好，